家好，欢迎来收看我们的频道。前几天我们去了一家在澳洲排名名列前茅的一个餐馆，然后我们也很难预约到了。这个餐馆呢，它名字叫 Bray。那这家餐馆呢，它是离墨尔本市中心有2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在一个农场的一个餐馆，然后它大多数他们的食材都是从农场那边提供的。那这么精致的一个餐馆，我们去的时候，那时候突然间我就有一个疑问，然后我有问过某男，就因为我们经常去旅游，去吃很多好吃的餐馆都。或者是米其林餐馆，那这个 Bray 餐厅的模式，它其实跟米其林餐馆是有相似的地方，也很高级，然后他们所有的菜式全部都很符合米其林的那个标准。那我就突然有个疑问了，我就发现到，我说，我呢，为什么发达国家都有米其林指南，可是为什么偏偏澳洲没有呢？我也去上网去搜这个答案，其实他们就说因为米其林他们没有团队飞过来澳洲去做考察，就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餐厅排行制度叫做 World Best Restaurant， 它也是属于蛮有知名度的。那我们去的这家餐馆 Bray 呢，它就在这个 World's Best Restaurant 的排行榜里面是排名第57的，所以它其实在全世界的知名度还有它的排行榜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我想问，我们应该看米其林的那个排行榜呢制度呢，还是 The World's Best Restaurant 排行榜制度呢？那哪一个是比较有权威呢？其实都是看个人的，因为吃东西这一个东西是很个人的，也是。就他们米其林也是的团队也是很依照他们团队个人的偏好而选出来的。Bray 呢，它的菜单呢是季节性的，有点像日本的 omakase， 就是说那时候产什么水果还是产什么食材，那时候最新鲜的，他们都会拿来就是当天的那个 menu， 所以它菜单是一直不断在改变的，然后我们吃到不同新鲜的食物。大家听说过好的牛肉会入口即化，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猪肉也会入口即化？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惊艳的一道菜。这一道菜呢，就是叫做就是猪的脸颊肉。就其实当下他只是跟我们说这个是猪肉，然后后来就是得到了这一个菜单之后，然后才看到原来这个是猪的那个脸颊的一个部分的肉是非常的薄，然后非常的肥嫩的，所以才会达到这种入口即化的感觉。这个很浓。我忘了说那个面包，它面包是很独特的，它是自己从那个麦片自己采摘到酿成，就是发酵全部过程到变成面包都是他们亲自完成的。
然后它的那个牛油也是，对，外面买不到，它也不卖。它的那个牛油是自己制作，然后再加上是做 cheese 的剩下的一些奶酪，然后把它混合起来，就会有一种好像在吃奶酪牛油的感觉。对，就非常的惊艳。对，我觉得它面包挺好吃的，然后它配好吧都更绝，然后很可惜我带不会好吧的，会坏吧。总体来说，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 Brie from Vegetable Garden， 然后他这里还写了那个日期，就是当天的日期，2021年他产的，就是早上他摘了，然后直接弄一道那个蔬菜给你吃。Vegetable Garden from the 13th of December. Oh, let's take this morning. There's about 35 different items in there. 它一共有35种蔬菜，那它本身每一口下去，你不同的蔬菜的搭配，它每一口都给你不一样的口味。你觉得有够新鲜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最特别的。我没有要拍呀？Brie 呢，就它是有很注重那个味道，然后跟住一个那个顺序来继续这样吃，然后中间呢就甜点前，它让我们去休息，去逛它的农场，就好像一个小旅游这样子。 Now that you've finished all of your savoury courses, would you like this chance for a small break and maybe a walk out in the sun? You wanna? Or would you rather go straight through? Yeah. 那我们再 take 一个 break， 然后吃完了过后，我们再就是 take 一个 break 休息一下，然后再吃一个最后一餐 dessert 这样子。这里所有的食物都是他们采摘的，都是他们摘了，然后直接煮给我们吃的，然后就很享受这整个体验，然后带酒去喝。Strawberry， 还没熟的，这个是熟的，再来吃一个。这个字酸甜。很甜诶。是啊，我跟你讲，我以为它会是酸的，但是它是甜的耶。他们种的都是屁股圆圆的，然后都比较宽，所以它就肯定甜。然后我很 surprise， 它每一粒都甜耶。
然后呢，我们吃完之后，他就给我们这个，因为之前他是不会公开那个菜单，那你就是只是靠自己的味觉去分辨那个味道，还有里面是什么食材。那之后他才会公开他的菜单，对，当天的菜单就可以留作纪念。那其实总体来说，整个体验其实是算是蛮好的。虽然有1-2道菜是令我们失望的，但是总体来说呢，它其实它的食物，包括食材的新鲜度，还有整个配合度是算蛮不错的。就比我们有去过的一些在可能东京的一些米其林餐馆，那福瑞士会总体来说，整个味道还是比较好的。觉得它的价格是对得上，虽然是300欧元一个人，但我们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的那个信用卡的优惠呢，我们只需要付1半的价钱就可以去尝试这个菜单。因为本来是一人300，对，然后现在以一个人价钱2人去吃。对，感谢这个美国联通信用卡。